萧炎抱起一直昏迷不醒的吴雪，吴雪如同柔弱的柳絮，任由风浪摆布，她的脸色苍白，一丝丝热气自她细嫩的肌肤上蒸腾而起，似乎在承受着某种无形的痛苦。萧炎眉头紧锁，眼中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仿佛想将所有的温暖都传递给他，以此抵御那来自神魂深处的寒意。随后萧炎与塔主暂时一别，带着沉重的心情，萧炎抱着吴雪来到了空间深处。萧炎和吴雪的身影来到了黑色火莲花之上，那黑色火莲花如同夜色中的明灯，幽暗而又神秘。黑色火莲花之上的火焰轻轻跳跃，似乎在诉说着萧炎内心的挣扎与坚定。他的目光如炬，望向那深邃的黑色火莲核心，这里便是此前诛心本源所孕育之地。我萧炎绝不轻言放弃，你帮助了我够多了，这次换我来唤醒你。萧炎的口中低喝，声音在黑色火莲之上回荡，带着一丝决绝脚掌一点，他的身影化作一道璀璨的光芒，毫不犹豫地钻入了黑色火莲花之中。火莲内部一片漆黑如墨的世界，黑色火焰在这片空间里肆意舞动，编织出一张张扭曲的网，仿佛充满了危险。萧炎在火海中前行，每一步都踏在火浪之上，炽热的气息扑面而来，但他的眼神却愈发冷静。他知道这里是诛心本源的孕育之地，一旦等会将诛心本源召唤出来，必将是一场神魂意志与诛心的较量。即使诛心本源爆发出来，这里的波动也绝不会影响到丹神塔的安全，因为这片黑色火莲花中的空间就是他为丹神塔设下的最后一道防线。毕竟诛心的本源无比的恐怖，那近乎无可抵挡的诛心世界一旦冲出爆发，可能也会对丹神塔造成一定的严重损失，所以萧炎也早已做好了准备。萧炎轻柔地将吴雪放置于这片神秘空间的地面之上，他的身姿在那绚丽之的光芒中显得格外温婉，绚丽火焰如同活物般跳跃，细腻地包裹着吴雪，仿佛是为他披上了一件华丽的绚丽火袍，周围是无尽的黑色火海，无边无际，热浪滚滚。即便在这片炙热至极的环境中，萧炎也找到了炼制无上丹药的最佳之地。他四处张望，选择了火海中最为炽热的一处，那里的火焰比之别处更为旺盛，黑色的火光照亮了整个空间。萧炎知道在这里可以减少他炼制那枚无上丹药的难度，同时也会提升他的炼药术，能够救治吴雪的那枚无上丹药记得叫无上星魂丹，须得5品药神以上的丹术方可炼制。萧炎心中默念，脸上浮现出一丝坚定，他刚刚在火海中领悟了丹术真谛，此刻对于炼制这枚无上丹药，他也感到了十足的信心。如果在还没领悟丹术的真谛之前，就算萧炎拥有了5道火焰，恐怕也武大炼制出这枚无上丹药玄机。萧炎的双手开始在空中滑动，每一笔都蕴含着浓厚无比的丹气，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他对丹术的深刻理解。随着他的手势变化，1道、2道、3道、4道不同颜色的火焰开始纷纷从体内爆射出来，最后悬浮在萧炎的周身。这4道火焰便是灭世、三昧、幻虚以及地炎，它们散发出可怕的热量，弥漫在这面空间中。这些火焰非常的安静，在虚空上静静的山下浮动，熊熊燃烧。这些火焰都在萧炎的意念下所引导。刚刚师傅给了自己他所有毕生的所有稀有珍贵药材，还好有炼制无上星魂丹的那些材料。萧炎小心翼翼地从一枚纳戒中取出各种珍稀稀有的药材，每一样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光泽，似乎在期待着能被转化为一枚无上星魂丹的丹药。萧炎将这些炼制无上星魂丹的药材全部一一取出，他的动作也非常之快。然后萧炎也不再有任何的迟疑，将药材丢入一道漆黑的炼药鼎之中。这个炼药鼎也是9品药神暂时给萧炎修炼无上星魂丹用的，有了这个炼药鼎，那么也有一丝几率可以提升炼制无上星魂丹的成功率。在萧炎丢入药材之后，炼药鼎底部的绚丽色、白色、混色、紫色火焰开始翻腾，互相融合，散发出炙热无比的热量。萧炎也是将所有的底牌进出，神魂力量催动极致，同时利用焚神之力加持其中，全神贯注于手中的炼丹过程，仿佛在这片空间中只剩下他和那一个炼药鼎以及那散发出炙热高温的火焰。此时萧炎神色也是极其凝重，周身环绕着4道熊熊的火焰，如同4条火龙在身旁盘旋，冲击着炼药鼎之上，时而咆哮，时而低吟。他的双手在胸前结成一道印诀，强大的神魂力量从他体内疯狂地涌出，紧紧地包裹住那些火焰，仿佛要将4道火焰全部牢牢地控制住它们之间的温度。他知道这一次的炼药非同小可，药材珍贵稀有，这些药材只能炼制一次，一旦失败，不仅药鼎损毁，连带着吴雪的生机也将彻底断绝。萧炎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充满了坚定的意志，仿佛能够感受到那股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他前行，一定会要炼制出无上星魂丹，救回吴雪玄机。萧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内心的焦虑与紧张压下，惊人的炼药天赋开始彻底地展现出来，并且也将刚刚领悟到的丹术运用其中，引动天地间的灵气。他的手指轻轻一挥，那炼药鼎便在空中旋转开来，宛如一个巨大的漩涡，吞噬着四周那些滚滚涌来的天地灵气。这些灵气宛如可见的白色雾气，它们在炼药鼎周围凝聚融合，最终化为一股股强大的能量涌入鼎中。萧炎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他的每一次呼吸都与炼药鼎的节奏同步，他的每一次心跳都与那融入的灵气共鸣。在这一刻，萧炎仿佛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
火焰的炽热，灵气的清新，药鼎的沉稳，所有的元素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和谐共舞。他的炼药天赋在这一刻得到了极致的体现，而那刚刚领悟的丹术也在此刻发挥出了惊人的效果。火焰跳跃，灵气翻滚，药鼎内传来阵阵异香，似乎在暗示着无上星魂丹即将炼成。萧炎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但更多的还是冷静与坚定。他知道，只有当最后一丝灵气被完全吸收，最后一缕火焰被彻底驯服，那么离真正的成功也会再进一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萧炎全然不顾汗水浸湿了衣衫，他的心神完全沉浸在炼药的过程中。他能够感受到丹药的成型，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仿佛是与丹药之间建立了一种神秘的联系。他知道，只要再坚持一会儿，无上星魂丹就能够成功炼制出来了。火焰如同赤龙般在空中舞动，4道火焰围绕着萧炎，犹如4头凶猛的野兽，咆哮着，企图吞噬一切，散发出极其可怕的高温。然而，在焚神诀的催动下，这4种力量却达到了一种奇特的平衡，并且天地灵气在其中流转，让整个空间都变得灵动起来。天地灵气源源不断地灌入火焰之中，仿佛是大自然的力量在帮助萧炎完成这一炼药的大业。而他站在火焰中央，神色冷静，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萧炎闭上眼睛，感受着身体内的力量流动。他知道这是他炼药术达到最极限的时刻，但要炼制出这枚无上星魂丹，还需要第5道火焰，那便是诛心神火的本源。他深吸一口气，集中精神，一股强大的神魂力量自他体内涌出，瞬间点燃了诛心神火的本源。顿时，一道黑色的火焰从他的体内冲天而起，宛如一只黑色的凤凰在空中翱翔，带着毁灭的炙热气息，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燃烧殆尽。随着一道黑色闪电划破天际，并响彻出雷鸣轰隆，诛心神火直接弥漫这片空间，火焰跳跃着毁灭的气息。由于诛心神火未被萧炎给炼化本源，此刻在萧炎面前肆意咆哮，他的力量波动使得周围的空气发生暴动而变得扭曲，空间都在激烈的颤抖。萧炎能感受到那股力量中蕴含的毁灭气息，仿佛要将他的一切希望和抵抗都化为灰烬。在这第一时间，萧炎面色凝重，他知道这一刻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必须施展焚神诀来压制这股诛心本源的恐怖波动。萧炎深吸一口气，心中默念焚神诀，直接运转此功法。金色的力量自他体内涌出，化作一股股璀璨的光柱，宛如神光普照，直冲诛心本源。但诛心本源太过强大，他仿佛能感知到萧炎的抵抗，火焰的跳动更加剧烈，仿佛要将这股金色的力量也吞噬殆尽。萧炎感受到来自诛心神火的威胁愈加强烈，金色的奇特力量在他的周身缭绕，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球，它的光芒炽烈而神圣，似乎能够压制一切火焰之源。下一刻，金色光球升起，直接奔向诛心本源的所在位置，最后狠狠地相撞起来，轰！伴随着一声巨响，整个天地都仿佛为之震颤。金色光球与诛心本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耀眼的光影。真空地带萧炎紧握双拳，脸上流露出一丝痛苦之色。他能感受到诛心本源的力量正试图侵蚀他的神魂，表情虽然已经开始扭曲，但萧炎的意志坚定不移。这场博弈之战没有退路，他必须压制住暴动的诛心本源，否则一切都将功亏一篑。萧炎也必须要为吴雪炼制出这一枚无上星魂丹。随后，萧炎的手掌紧握成拳，焚神诀的金色力量同时在他周围旋转，形成一个保护罩，抵御着诛心神火的侵袭。然而，诛心本源的凶猛超出了萧炎的预料，他如同一头觉醒的猛火野兽，竟是挣脱了焚神诀的枷锁，释放出了真正的本源力量。一道黑色的毁灭光束冲天而起，仿佛蕴含着诛心那毁灭的意志，以破空之势直奔萧炎而去。萧炎的心脏猛地一沉，他能感受到那道黑色毁灭光束中蕴含的死亡威胁，如果被击中，即使是他也难逃重伤，甚至陨落的命运。萧炎的眼瞳紧缩，身体本能地后退，试图躲避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空间中的气流因黑色毁灭光束的冲击而产生了扭曲崩裂蒸发，黑色的光束犹如穿梭的利剑，划破了寂静的空间，携带着破坏的威势，几乎要将一切化为虚无。他的双手迅速结印，施展出幻虚空间，希望能够躲过这根本无法抵挡住的攻击。然而，这道黑色毁灭般的光束速度之快，几乎超出了萧炎的反应极限。很快，那道光束已经出现在他身前的不远处。这一击若是真打在萧炎的身上，哪怕是再强大的防御，也难以抵挡住诛心本源的这股攻势。就在这危急关头，萧炎的身影如同一道电光，在绝境中寻找生机。他那快速移动的轨迹几乎让人无法捕捉。尽管第一道黑色光束被萧炎巧妙地避开了，但紧接着又一道黑色光束如追魂夺命般紧随而至。空间在这黑色光束的肆虐下，仿佛都被无情撕裂崩塌，尖锐的破空声让人心惊胆战。但是这一道黑色光束速度更快，就算萧炎施展出神行七步的电步，怕也是无法有逃脱的机会了。毫无意外，在萧炎那平静的神色中，这一道黑色光束无情地洞穿了萧炎的身体。如果不出意外，萧炎怕是重创陨落。然而被洞穿身体的萧炎却是逐渐的消失，与徐州虚空中原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萧炎也是成功的施展出了一门高深莫测神火神技幻虚空间。这是一片由幻虚本源力量构筑的虚幻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萧炎便是这里的主宰，足以迷惑敌人的视线，让攻击彻底的失效。但是就在这片幻虚空间即将成为萧炎的庇护所时，竟然爆发出了10道、几百道、上千道的黑色光束，他们朝着这片幻虚空间爆射而出，在触碰到了幻虚空间的边缘时，竟如同大咒中最纯净的神火本源，带着炙热的高温和毁灭的力量，冲破了幻虚的壁障，并毫不留情地将幻虚空间给彻底的焚烧成虚无。